你相信吗？在法国人都去度假、订单数量腰斩的7月份，反而是摩托车快递员全年回报率最高的一个月。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矛盾？当巴黎写字楼纷纷拉下铁卷门，火车站塞满了去往法国南部的行李箱，绝大多数人看着暴跌50%的收入曲线，开始焦虑发慌。今天这期视频要分享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淡季套利法则。如果把时间拉长到半年甚至1年，决定你和同行拉开差距的，恰恰就是你在淡季这几周做出的选择。这一期我将深度拆解法国个体公司的淡季策略。7月份非常适合工作。这个话听起来很反常，原因是法国人度假的传统印象在起作用。这期间的逻辑跟平时完全不同。首先是为技能投资，接受雇佣的快递员将会有至少1周的停工时间，因为很多雇主在7月份休假。接受平台 APP 的快递员会减少1半收入，以个体公司为主的独立人士同样面临大幅度的收入波动。有一条比较主动的路，就是趁空闲的时候去考技能证书。这件事不是单纯消费，而是业务升级的必经之路。先说法国的摩托车驾照，平时在驾校的私人场地或者共享的训练场，可选的预约时段通常比7月份少得多，而且同一条跑道通常有很多辆摩托车在排队。每年7月份都很特别，这是因为法国人夏季的度假传统，本地学生放假了，老客户去海边了，驾校的场地和教练自然的有了空闲。如果你在7月份打电话过去，经常能够快速预约到很空旷的场地。技能的提升能够促使业务范围大幅度扩展。以技术为基础，建立自定义的个性化业务是一项高回报率的投资。再往宽了看，汽车驾照和封闭区域的运输认证 CCS 也值得考虑。很多人觉得它跟快递员没有关系，事实是大多数物流中心在缺乏公共交通的偏远地段，摩托车是唯一能够准时到达的交通工具。CCS 认证涉及的叉车和仓储搬运技术，极大地拓宽了个体创业者的防御带宽和职业弹性。7月份的逻辑就像平时堵得死死的公路突然放行了，趁着现在车少，你得赶紧一脚油门超过去，而不是原地等待。淡季这几周你投入进去的时间和精力，能让你在客户回归后接订单的能力有明显提升。有个细节要注意，驾校训练场大部分在郊外的林区附近，夏天蚊子特别多，很可能影响训练和考试。因此，我建议备上一瓶治疗蚊子叮咬的油，别在这上面栽跟头。证书考完以后，还有一些更麻烦的事情在等你。然后是为系统投资。法国电子发票改革自2026年9月1日起，所有在法国注册且属于增值税纳税人的企业，不论规模大小，都必须能够通过国家核准的平台接收电子发票。对于小企业和个体公司而言，主动开具电子发票并进行交易数据传输的最后宽限期是2027年9月1日。以前大家爱用的几家专业银行服务在收缩。Blank 作为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旗下的品牌，在2024年和2025年曾因自动申报功能备受微型企业追捧，但在2026年，由于母公司战略调整及持续性的商业亏损，官方正式宣布停止其独立专业账户的运营，并关闭该平台服务。我个人在用的是 Indy， 它主要为一人公司提供专业账户。它在独立会计申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提供0欧元的法国独立 IBN 账户、自动化会计、100%在线专业账户，并支持一键自动申报增值税和营业额，省下个体创业者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一人公司能够更加专注地处理核心事务。不过这里得说清楚，更换账户绝非易事，各个平台重新验证，各种配送平台后台的信息更新，这套繁琐的行政流程至少会耗费大半天。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在淡季完成它。除了银行账户，商业地址这个细节也容易被漏掉。个体公司往往需要注册商业地址，而不是直接使用家庭住址。这时候，商业地址服务商就派上用场了。他们解决的问题很实际，你不用把私人住址挂在公开的商业信息里。对个体公司来说，每个月花10几欧元保护隐私和专业度，这笔钱花得很值。这些行政系统的流程就像是给车换轮胎，车子跑着的时候你没法换，必须得停到路边顶起来拧螺丝，一步都省不了。平时业务忙的时候，我根本没心思弄这些，思考的全是赶时间交付。7月的订单少，时间空出来了，
这正好是把车停在路边检修一遍的最佳窗口期。你要是把这些事儿拖到旺季处理，代价只会更大。旺季账户卡住一天，损失是实打实的；淡季卡一天，没什么大损失。这笔账怎么算都是现在处理更划算。系统理顺了，车也到位了，接下来该往远处看看了。不只是看这个月怎么过，而是看下半年这条路的变化。接下来是为认知投资。度假这件事本身也是每年7月份最重要的工作，这可不是偷懒，而是换个角度看一看这座我天天穿梭的城市。平时骑摩托车送单，眼睛只盯着导航和地址，城市对我来说就是一堆坐标。7月不一样，我可以看看游客在排队做什么，买什么，往哪扎堆，进哪家店出来手里多了袋子。技术在变化，商机同样如此，核心逻辑没有变化。这些细节平时顾不上看，现在有空了，每一处都是商机的线索。7月份哪条街游客突然变多，哪一种小店有人在排队，这些观察攒下来，以后都用得上。现在多考一张技能证书，多摸清一个商业区，就是在给自己多留一个选项。顺着这个思路想，有个更大的判断我要讲出来。简历这东西以前能用一辈子，考个证进入行业能吃老本10几年，现在不是这样了。技术更新太快，快到你考完几张技能证书，行业的规则已经发生变革。英国亚马逊的无人机送货 ，MK30的几个硬指标已经出来了，最大载重约2.2公斤，专门送高价值急用的小件，比如数码配件或非处方药。它的感知噪音比上一代降低约40%。这个数字说明技术在向居民区常态化飞行的方向使劲，不是一个噱头。送达半径约12公里，时速约108公里。截至2026年6月中旬，荷兰、立陶宛、爱沙尼亚、丹麦、比利时、欧洲有5个国家已经批准了特斯拉的 FSD。这一进程是通过欧盟的临时性认可机制实现的，由荷兰率先完成长达18个月的技术评估并出具证书，其他4国通过互认通道快速激活。然而，瑞典、芬兰和挪威等北欧国家目前正在游说欧盟委员会投反对票。核心理由是特斯拉系统的主动超速倾向不符合欧洲道路安全规范，自动驾驶技术和无人机物流暂时的发展障碍是大部分建筑缺乏对应的设施。当亚马逊的无人机在居民区实现常态化飞行，当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在欧洲推广，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种靠一张技术证书就能一劳永逸工作到退休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技术迭代的速度正在粉碎以终为始的传统规划，送货只是独立快递员的一个可选项。工具、摩托车、专业技能彼此关联，量身定制自己的业务是属于个体公司的选择权。最后总结一下，旺季拿现金，淡季攒资产，这几周就是在运用这个逻辑。旺季业务忙的时候，我建议把时间用于扩展现金流，最好别消耗在修车或者纠结小事上。淡季业务少，正好是投资自己的时机，考证书、理财或者观察城市，这些事情平时挤不出空闲。如果你也在法国一个人做生意，或者正在准备开始，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踩过的坑，我会认真看每一条。